大家好，我是理查努克。今天要为各位分享《生命是长期而持续的累积》这本书第二部的精华内容。好的，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第二部：学业、志业与职业。本部讲述彭明辉教授对年轻学子在求学阶段所该培养的人格特质及建议，以及提供刚出社会找工作的新鲜人一些实用的意见。彭明辉教授用全盘的角度观察人生，他指出，人活着会面临5大课题：一，要具备足够的财富来缓解生理痛苦；二，要有能力追求精神上的快乐与满足；三，要有能力解决心理与精神上带来的痛苦与烦恼；四，从事有意义的活动，借此肯定自我；五，有面对困境与承担厄运的能力。彭教授说，教育就是一个培养人具备上述5大课题的手段，所以除了培养赚钱能力之外，也要学习很重要的爱人以及被爱的能力。对于台湾学生来说，大学和研究所的期间更是一个重要时光，来努力探索人文素养以及培养爱人与被爱的能力。为自己念大学、高中、大学、研究所的不同。很多人没有掌握到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差异，把大学当作是高中来念，认为只是课本变厚、题目变多。其实，高中跟大学的差异巨大。高中是集体的教育，课纲都是固定的，大家学到的东西都大同小异。但是大学不一样，大学你可以弹性调整自己想学的东西，在教授领进门之后，你可以选择只在门口观望，也可以追溯到一门课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再者，大学还可以培养多种攸关幸福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好好认识朋友，结交知己，寻找人生的方向。关于在大学的人格养成这点，我是非常同意的。以前我们系上的教授就说，念文学系的同学要珍惜，因为你们所念的内容以前叫做帝王之学。透过这些文学作品的阅读，我们会了解一个人格的养成、态度举止以及处事原则。虽然我们也常常欣羡理工科系的朋友们可以习得一技之长，并在出社会后找到一份好工作，但他们之中也有人不少欠缺爱人和被爱的能力，心灵匮乏，活得并不快乐。彭明辉教授指出，有些人误把升学过程和职场的胜利当作是人生的全部，在文凭至上的台湾环境，从小就牺牲一切人格成长的机会，而埋首书堆。上了大学后，便是积极进入热门的公司，并努力赚钱，赚下几桶金。但除了赚钱能力之外，其他一切的能力都失去了，甚至因为骄傲而欠缺与人沟通的能力，在职场上得罪一堆人而郁郁不得志。这样子不是很不值得吗？关于这点，我也是很有共鸣。我有位朋友是一位大学教授，他从小便是高学历分子，一路都是就读最高学府，然后进入大学任教。但任教的过程中，却常常因为批评别人而树敌。他总认为教授的职业本质就是批评别人，指出错误，这却导致了许多人对他不满而疏远他。其实他本来可以有大好的前程，作育英才，出书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但却因为年少意气风发，得罪许多人，而导致晚年缺少发挥的舞台。所以彭教授就鼓励读者，念大学不要被科系的樊篱所限制，不要因为念的是机械系，就不去碰文学或会计领域，也不要因为自己成绩不好，就认为自己没有前途，不要放弃寻找可以发挥的机会。除了大学课程，也可以通过社团活动以及暑假打工、实习等去探索自己各种的可能性。那么，为什么说大学跟研究所是很重要的期间呢？因为高中时心智尚未成熟，顶多只能当文艺青年，而大学和硕士之后，离开了学习环境，许多人便开始要成家立业，扛起责任。因此，在大学、硕士期间，对人生各种追求的领域，也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格局和气度。彭教授说，他毕业了30年，现在见到的大学朋友，
很少超过他们当时的格局。再者，彭教授指出，大学和研究所的差异，大学是透过系统性的安排，透过整理好的教科书内容，循序渐进地学习知识，而研究所就不同，研究所需要透过大量期刊的阅读，进行资料整理与分析，所以学习是从一个没有系统的知识体系中组织自己的想法，并写成论文。也可以说，大学的学习重心是注重在理解力的培养，而研究所则是注重在批判能力的养成。职业、兴趣与志业，留学的原因以及如何找工作。彭教授本身并不鼓励去留学，但因缘际会之下，还是有出国深造的机会。后来出国深造回来后，他认为留学大致上可以有3个理由。第一，看见自己能力的极限。彭教授在出国到剑桥深造后，被指导教授安排一个英美的世纪难题，他废寝忘食，耗费许多心血之后，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解出这个世纪难题。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这样根本不需要出国，因为研究其实都是彭教授自己独立完成的。但是如果没有剑桥之行，他说他自己也不会有胆识挑战这么高深的题目。第二，去看看国外的文化。国外很重视年轻人的思维以及人格养成，从他们重视专业领域以及相关学门的旁通程度，就可略知一二。欧美青年有所谓的 gap year，就是求学和就业之间的空档年，在这期间，社会鼓励他们到处走走，只要买一张廉价的青年卡，就可以不限次数地在欧陆搭乘飞机以外的交通工具，所以很多来自不同科系的3、5好友便一同旅行。音乐系的朋友讲述当地的音乐史，美术系的朋友讲述城市的美术品。我自己本身去中南美洲求学的那一年，也在旅途中认识了一些欧美的背包客，只能说他们的确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态度，在度过属于他们的空档年。第三，见识真正思考文化问题的人。彭教授说，从一些小地方可以亲眼见识到英国人的保守与拘谨态度。比方，他每次跟他的英文老师见面，要约下一次会面的时间，他的老师总会说 likely， 应该会，从来不说肯定，最勉强的就是说 highly likely， 10之8九会。彭教授当时有点火大，他觉得为何这种小事都没办法确定？不过他的英文老师却说，未来的事情不是每次都可以完全确定的。而彭教授每次离开的时候，都会故意跟他说 I will see you on Monday at night。 他的英文老师则对他神秘地笑一笑。直到有一次，彭教授的脚踏车链突然断了，没办法，当天便迟到了。后来才改口说 I will see you on Monday at night, hopefully。 后来彭明辉教授透过与外国朋友的相谈才知道，英国人的拘谨务实有他背后的智慧以及考量，这些都是要出国才能深刻理解的。其实关于思考方式，我本身在准备雅思考试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准备语言考试，其实不光是要学习语言本身，还要学习内化这个语言本身的思考方式。如果没办法内化这些基础的思维，那么要取得特别优异的语言考试成绩，恐怕就会比较难。在这边分享一段特别有感触的，就是彭教授勉励大家找工作不要心急，例如急着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来养活自己和家人，或者急着要自立，不再用父母的钱。彭明辉教授说，其实父母往往是最有耐心的，身为父母有足够的历练去判断找工作的难易，其实不需要着急。我当时便是非常心急，急于想证明自己，也急于想不靠父母，因而选择考试，放弃原本心愿中的理想工作。当时我的父母的确也说不用如此着急，但自己当时的确沉不住气。考上了一个相对简单的考试后，便在那个机构稳定的工作着。不过其实人生很长，真的有心还是可以不断追求理想的工作。彭明辉教授更建议，如果真的有心想了解一个产业，可以到该产业名列前茅的公司大门前，在中午时间问每一个出来的人说，我想了解你们这个行业，你可不可以让我请你一顿饭，
利用午餐时间讲一些给我听。这或许是个值得尝试的方法，但我想这个齿力跟勇气需要很足够才行。毕竟你遇到的对象说不定刚好不是你要找的部门，因为一家公司是如此的大。再来，这个人的个性是否好相处，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壮游与神游，前面所提到的空档年，就是适合壮游的好时机。不管是休学1年或停职1年去语言学校打工度假或壮游，都有其值得鼓励的理由。但是壮游如果完全没有目标，有机会得到意料之外的体验，却也可能入宝山而空手而归。而巨细靡遗地订定壮游计划，却又可能过于缺乏弹性。所以彭明辉教授建议，可以先把一部分想要得到的计划好，再把剩下的时间留给不期而遇的收获。我自己当年到南美洲留学1年，主要目的就是可以将大学所学的西班牙文再精进。除了希望对未来工作有帮助之外，也希望可以透过留学更增加见识，拓展视野。而在这期间，因缘际会也交到了一位外国女友。事后回想起来，其实也在人格养成上成长不少。彭明辉教授就说得很好，他说壮游要有收获，第一选择就是尽量把自己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与文化脉络，感受其中的巨大冲击。但这之中必定会有许多挫折，毕竟这研究的是一个人类学，而这也是一门非常专门的学问。所以彭教授鼓励可以去大学旁听人类学的课，再去留学，也是很不错的。同时，彭教授建议念热门的语言学校也是不错的选择。一方面不会有像国外念学位的压力，一方面热门的语言学校也会有较多来自各国的人可以激荡火花。但前提是必须要先将自己培养成有深度，足以用母语谈论许多深刻议题的人。否则有些议题可能上网搜寻就可以查到资讯，不用真的花大把银子出国获取。彭教授又说，如果没办法进行壮游，神游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其实人和动物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在于动物只能跟眼前的动物互动，而人则可以跟跨越时空距离的同类互动。我们在书本的世界中，跨越时空和历史人物的精神进行交往，这就叫做神交。透过书籍、音乐、绘画，在过去的历史国度中壮游，这就叫做神游。不管是壮游或神游，就是不要做一个生涯规划的奴隶，因为害怕落后别人而不敢跳脱框架。如此重复乏味的生活，实在不值得。以上就是本书第2部的分享，谢谢你，我是理查努克，我们下次见。若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本书的内容，请点击连结支持购买正版书籍。另外，如果有什么想看的书，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哦。大家拜拜。